千載難逢的一幕來了，科學家竟然追蹤到一顆發着綠光的彗星，而且他走的還是有去无回的永久逃逸軌道，像是路過太陽系就不打算再回頭。韋伯望遠鏡剛在他的灰髮裡抓到大量二氧化碳，等於把他的化學身份證當場攤開。這顆彗星叫 C20211， 也有人直接叫它維爾特肖赫 Wurztag， 它的亮度正在明顯飆升，正從內太陽系穿行而過。更吸睛的是，它帶着罕見的綠色光芒，再加上那條不按常理出牌的軌跡，讓天文學界一下子把目光都聚焦過來。更關鍵的是，連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這種頂級太空化學偵探都出手了。多台主力望遠鏡的觀測一起指向同一件事，他身上帶着來自太陽系極遠外緣的化學線索，像把宇宙淋浴的舊賬本帶到了我们眼前。他之所以讓人心跳加速，就在于天文学家判断，這可能是一位只來一次的訪客，看完這回就沒第二場了。更戲劇化的是，等他走完這一趟旅程，可能會被順勢一推，踏上一條徹底離開太陽系的路，拉長到更久的時間尺度。他會像一隻被放飛的瓶中信，緩慢飄向真正的星際空間。所以這段視頻裡，我們就把鏡頭拉近，科學家是怎麼發現維爾特肖赫彗星的？它為什麼值得如此重視？更重要的是，它未來的去向會怎樣反過來告訴我們，彗星到底是如何在太陽系裡跑軌道的？好，繫好安全帶，我們從頭講起。時間回到2024年3月，波蘭天文學家卡茨珀·維爾奇奧赫最先在數據裡捕捉到它。當時他還很不起眼，但那一眼後來成了關鍵線索。這次發現靠的不是運氣，而是位於美國亞利桑那州萊蒙山天文台的巡天設備。它像夜空雷達一樣，定期掃過行星之外的黑暗區域，專門逮那些又暗又慢又會移動的小目標。一開始它只是個昏暗的小點，遠的幾乎像噪聲，可後續一跟蹤，事情就不簡單了。它的來路指向極其遙遠的邊疆，很可能來自太陽系外圈那片冰冷倉庫——奧爾特雲。在奧爾特雲裡，許多天體能安靜地躺上數百萬年，像被時間封存，直到某次引力擾動輕輕一拉，它們才慢慢改變軌道，開始朝太陽方向滑行。當它越靠近內太陽系，太陽的熱和光就越像把開關按下，彗星迅速變亮，周圍的冰和塵開始被喚醒，拖出一條肉眼與器材都能捕捉到的氣體與塵埃尾巴。很快，天體攝影師們也跟上節奏，拍到一批相當驚豔的畫面。更離奇的是，很多照片裡彗星的揮發鏡帶着不尋常的綠色調，像在黑夜裡透出一點翡翠的光。那層綠色並不是畫面濾鏡，而是圍繞彗星原子核擴散開來的氣體雲，一團淡淡的半透明的霧，把核心包在裡面。這種綠光確實少見，但並非完全沒潛力。過去在一些富含碳的彗星身上，人類也曾偶爾看到類似的顏色，只是像這樣引人注目的並不多啊。比較主流的解釋是，太陽光像能量敲門聲，一旦把揮發裡的某些分子激發起来，它們就會以特定波段發光，於是我們就看到那種淡淡的帶點翡翠味道的綠色外觀。到了2026年1月下旬，它走到軌道上離太陽最近的那個關鍵位置——近日點，也就是彗星最容易被加熱、最容易噴發出物質的時刻。緊接着在2月中旬，它來到離地球最近的那一段路程，這個最近距離大致相當於一個日地距離的量級。說白了，就是在天文尺度上算挺接近，但依然遠得驚人。
它可能沒法讓你抬頭就肉眼秒見，但對拿着雙筒望遠鏡或小型天文望遠鏡的人來說，它會是個相當清晰的目標，尤其在光害少、夜空夠黑的地方，那種從噪點裡冒出來的感覺很過癮。但真正讓它從漂亮天象升級成科學大事件的，是韋伯望遠鏡的深入研究。韋伯在它周圍的气體裡探測到大量二氧化碳，這等於直接抓到它正在釋放哪些關鍵揮發物的證據。有了這組數據，科學家就能前所未有的細看，當彗星穿越內太陽系，溫度上升時，它到底如何出汗，如何釋放氣體與塵埃。這是一場活生生的化學活動現場記錄。所以它不只是又來了一顆彗星可以看，而是一次難得的能把科學問題講清楚的觀測機會。它更像一位值得我們緊盯的短暫停靠者，給了我們一扇很窄但非常清晰的窗口，讓我們能偷看太陽系最遙遠邊緣到底藏着什麼樣的原始物質與線索。像 C202-411 這種長周期彗星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它們往往非常古老，改造的很少。用一句話講，就是我們能直接觀測到的最接近原始版本的天體之一。不少研究者把它們看作早期太陽系留下的冰凍化石，裡面封存的物質可能自從行星形成以來就幾乎沒怎麼變，像是把誕生現場的樣品直接冷凍保存到今天。也正因为如此，韋伯望遠鏡這次的測量才會這麼關鍵。它不是拍張照片而已，而是在拆解成分表，在揮發裡抓到二氧化碳，能幫助科學家推斷這些遙遠冰冷天體裡到底有哪些揮發性化合物被封存着，而當陽光照上去，它們又會如何被加熱、分解、噴出，進而塑造我們看到的揮發與彗尾。二氧化碳之所以特別搶眼，是因為它比較耐冷，就算彗星離太陽還不算太近，它也可能先開始起作用，推動彗星提早進入活躍狀態。和需要更強加熱才會大量變化的水冰相比，二氧化碳更容易更早升華成氣體，於是它會更早把塵埃帶起來，也更早影響揮發、彗尾的形狀與規模，像提前點燃了發動機。這些觀測就像把關鍵參數補齊，讓天文學家能更準確地修正模型。彗星從外太陽系往裡走時，亮度怎麼變，噴發什麼時候開始，尾巴怎麼長，都能更貼近真實。不過，成分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更決定命運。軌道，維爾肖赫彗星看起來走的是雙曲線軌道，這句話翻譯成人話就是它的軌道是開放式的，不是繞一圈還會回來的那種閉環路線。大多數彗星其實都還被太陽的引力牢牢拴着，可能隔很久很久，幾百年、幾千年，最終還會再回來復訪。但雙曲線軌跡就不一樣了，它在暗示，這不是回家路，而更像是單程票。換句話說，它很可能只是穿越內太陽系一次，然後就把這裡當成路過的站點，轉身離開。科學家推測，在它近距離掠過太陽的這段時間裡，各種引力拉扯與甩動疊加起來，很可能把它的軌道推到一個臨界點，從此被永久甩向外側。當然，徹底擺脫太陽的影響也許還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畢竟引力不是一下就能掙脫的。但從目前的軌道跡象看，它大概率不會像多數彗星那樣再兜回來，再繞進太陽軌道裡。正因為這種出走氣質，人們才會把它拿來和一些星際訪客相提並論，比如奧莫莫·鮑里索夫彗星，以及最近那顆在去年穿越太陽系也引起關注的阿特拉斯彗星。但這裡有個非常關鍵的區別，不能混為一談。像奧莫莫·鮑里索夫那類天體，被認為是從別的恆星系統飄過來的外來客，
而維爾肖赫彗星更可能是本地出身，它很大概率是在我們太陽系內部形成，然後被長期存放在外缘。只不過命運拐點到了，它也許很快就会從本地彗星轉變成真正意義上的星際旅行者。這件事其實點出了一個更大的現實：行星系統從來不是關起門來過日子的，他們既會接收從深空飄來的流浪天體，也會把自己系統裡的小天體一腳踢出去，像宇宙裡的交換站和彈射器。在幾十億年的時間裡，恆星與行星的引力就像一台巨大的彈弓，把無數彗星拋向外太空。於是它們在銀河系裡漫無目的的漂流，成為四處遊蕩的冰塵碎片。而維爾肖赫彗星的可貴之處就在這兒，它在離我們足夠近的時候被盯上了，我們得以把這一套被拋射出系統的過程看得更細、更清楚、更有證據。就算它已經過了離地球最近的那段路，它依舊不是看完就散場的對象，研究價值還在，而且接下來反而能看到它逐漸冷卻、逐漸安靜的全過程。當它繼續遠離太陽時，天文學家就能追蹤它的活動會以多快的速度減弱，揮發會怎麼收縮、變淡、改變形狀，以及還有沒有別的化學特徵能在微弱信號裡被撈出來。把時間拉長來看，它的軌跡幾乎在寫明一個很清晰的結局：離開是大概率事件，它會繼續往外走，越來越遠，把內太陽系那些行星、那些熟悉的軌道一點點甩在身後，像把燈火漸漸留在遠方。一旦它徹底逃脫太陽的引力網，它就會在星際空間漂流數百萬年，甚至數十億年，不發聲，不回頭，作為我們太陽系遠古過去的一塊沉默碎片，緩慢穿行在銀河系的黑暗裡。而這類事件背後，其實也映照出當代天文學的一場轉變。我們不再只是偶遇，而是開始更系統的主動發現。這要歸功於新一代的巡天與調查工具，比如以 Vera-C、Ruben 命名的那套體系，它們就像升級版的全天監控，盯得更廣、更深、更快。隨着魯賓天文台開始運行，科學家預期會更早發現更多彗星，而且數量會明顯暴增。過去可能是幾年一遇，未來可能變成常態上新。這也會大幅提升我們識別怪軌道的能力。不管是像維爾肖赫這樣走雙曲線的出走者，還是未來真正從外星系闖進來的星際訪客，我們都更不容易錯過。所以維爾肖赫彗星也許不是孤立，而是一個趨勢的開頭。隨着觀測能力提升，這類軌道不尋常、命運不回頭的天體可能會越來越常見。更深、更早的探測，意味着我們會有更多機會研究太陽系邊界那些天體的行為，它們何時被擾動，怎樣被加速，又以多高的頻率被散射到深空。這些過去只能猜，現在有望用數據回答。如果再把鏡頭拉遠一點，我們會看到一個更宏觀也更震撼的畫面。太陽系從來不是一個自給自足、與世隔絕的封閉花園，在宇宙時間尺度上，它一直在和更廣闊的銀河系進行物質交換，有進有出，像在做一場持續幾十億年的宇宙貿易。有些天體會短暫靠近我們，讓我們在有限時間裡看清它的真面目；另一些則被拋向外，變成星際碎片，繼續漂流。誰又能保證某一天它不會反過來靠近另一顆恆星，成為別的文明眼中的彗星謎題？對彗星愛好者來說，2026年看起來會很熱鬧，已經有好幾顆彗星被持續追蹤。接下來幾個月裡，其中一些還可能繼續變亮，給觀測者帶來一波接一波的驚喜。可維爾肖赫彗星最吸引人的
不只是好看，而是它背後的象徵意義。這是一位來自奧爾特雲，而且被充分研究的訪客。我們很可能正在目送他離開家園，從此一去不返。維爾肖赫彗星是奧爾特雲裡難得走進我們視野的老來客，他給我們的不只是新聞標題，而是一種寶貴視角，讓我們更接近太陽系遙遠過去的原貌與材料。它那條不同尋常的軌跡像一張路線圖，指向一個很可能發生的結局。它最終會永遠離開太陽系，變成一名在星際之間漂泊的旅行者。而隨着新型望遠鏡不斷發現更多類似的天體，我們正站在門檻上，一個屬於彗星科學、軌道動力學與深空探索的新時代正在真正開啟。